真的一定要比试动手吗？道友应该知道，你赢的希望实在不大。这时韩立身处百巧院四周群山中的一座峰顶上空，无惊无喜地冲着对面的人淡淡说道。而在下方的山顶处，其他修士正抬手仰望空中。老夫身为古剑门的大长老，总不能一声不响就将门中的利益拱手让人吧，毕竟排名高低和云梦山资源的划分大有关系。而且老夫也很好奇，一名仅仅凝结元婴30余年的修士，到底有何神通，竟能创造出如此大的名声？这次老夫若是落败，以后也无需再举行正式的排名之战，我们古剑门从此就甘居落云宗之下。好吧，既然金兄都如此说了，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韩立淡然一笑，不再说什么，单手一抬，扑哧一声，一颗蓝色的火球凭空浮现在手中。金老怪同样不言语，但是一张口，3道金芒喷射而出，竟然是3口一模一样的小剑。这3口小剑原本只有寸许大小，金蒙蒙的，但是转眼间围着主人绕了一圈，身形突然胀大，化为了3道丈许长的金红，空中盘旋不定。韩立看到对方祭出了飞剑，拖着蓝色火球的手掌轻轻一抖，顿时爆裂声传出，蓝色光球竟瞬间在手中爆裂开来，随即蓝焰之中，一只尺许长的蓝色火鸟冲天而起，口中发出了清脆鸟鸣之声。去！韩立冲对面随意一指点，蓝色火鸟顿时一展双翅，化为一道蓝光击射而去。金老怪见此情形，脸色一沉，心中顿时大怒，对方连法宝都不祭出一件，只凭一只火鸟攻击过来，这也未免太小瞧他了吧。心中怒极，金老怪反笑了起来，他二话不说，食指飞快地掐动法诀，决定一开始就使出最厉害的剑诀，一击就决出胜负。头顶上的3道金红，一阵游龙般的清明发出，一晃之下骤然在空中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一道金丝凭空出现在了金老怪身前，虽然纤细之极，但足有数丈之长。在金芒接连闪动，一道接一道的金丝滚滚浮现而出，转眼间持续出现了上百道密密麻麻的金丝，看起来艳丽夺目，璀璨异常。化剑为丝。韩立目光寒芒一闪，脸上露现亚色。对方虽然是一名剑修，但一次能幻化出如此多的剑丝，还真是骇然听闻。真不愧是古剑门大长老，果然不同一般。这时候下面观战的这些修士一见裘发老者施展出这般神通，倒大半神情古怪了起来。春丝斩，这姜还是老的辣啊，竟然一出手就是拿手绝招。韩道友如此大意，恐怕要吃些亏喽。百巧院的烈火老怪3人见此情形，忍不住喃喃议论。和金老怪同来的中年修士脸上露出了一丝欣喜之意，吕洛面色微变，诚信老者和那叫做明心的女修则不动声色的样子。这时空中金老怪大喝一声，一连串法诀击在了身前的金丝中，顿时灵光狂闪，众剑丝化为了一道金色巨网，滚滚射出，正好照向对面而来的蓝色火鸟。金网足有10余丈之广，而火鸟只有不过半尺来长，任何人见了都有一种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但火鸟一头扎进了金色丝网中，下面的一幕却让下方众修士都大吃了一惊。只见蓝色火鸟在接触金网的瞬间爆裂了开来，随后光芒连闪，一朵蓝色光帘在火焰中现形而出，此帘含苞待放，在网中滴溜溜盘旋不停。无数的金色剑丝斩向此物，但只是给莲花周围灵光激荡起一层层波纹而已，竟无法靠近分毫。熟知春丝斩厉害的修士都心中骇然起来，金老怪见此情形，更是心中惊怒交加。
不加思索，急忙将手中的剑诀猛然一催，只见众金丝一阵金光晃动，竟然又纤细长了3分，每一根金丝都变得光亮刺目起来，竟一下切进了蓝色灵光之中，将这些灵光切割得支离破碎，就要直斩到了莲花之上。这时莲花却一瓣瓣绽放开来，噗的一声，一团蓝蒙蒙的寒光从莲瓣上散发而出，将20丈范围内的空间都罩在了其内，光芒耀眼，让人无法直视。金老怪立刻感到自己和飞剑的联系一下断开，竟再也无法感应到丝毫，不禁大吃了一惊，急忙凝神望去。结果片刻后，裘发老者的脸色难看异常。只见刚才所在位置，莲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块巨大的蓝冰却出现在那里，3口金灿灿的飞剑就封印其中，根本无法动弹分毫。金老怪心中暗叫不好，单手一晃，就往储物袋上一拍，一件白蒙蒙的玉佩出现在了手中。但是尚未等他祭出此宝，就忽然听到背后一阵霹雳响声。金老怪大吃一惊，但想也不想，就要携着飞遁而出。但是就在这刹那间，其护体灵光如同窗纸一般，被什么东西轻易的一击而碎。紧接着，一个直闪着蓝色火焰的手掌诡异地按在了其挑起的右肩上，半边身子一凉之下，彻底失去了知觉。金道友，我们这场比试就到此结束，不知意下如何？韩道友果然神通广大，老夫甘拜下风。金老怪一招受制，先是心中一沉，但马上干脆当场认输。金兄承让了。韩立仿佛轻笑一声，手掌在其肩上轻轻一拍，就将手掌收了回来。而一拍之下，金老怪立刻感到肩头一热，身子马上恢复如初。他心惊的急忙回过头来，只见韩立正平静地站在其身后丈许，背后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对银翅法宝，上面还有丝丝的电弧闪烁跳动不停。金老怪长吐了一口气，对方竟将阴寒之力掌控到如此微妙的境界，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不是听说此人本命法宝是一套飞剑吗？主修功法好像也并非冰属性，难道对方信手拈来的秘术就如此厉害？这实在是让他难以置信。韩小子，你倒没白费老夫的指点，竟然能将前蓝冰焰操控到这般程度，不主修冰属性的功法真是有些可惜了。前辈不要说笑了，冰焰虽然厉害，但还没有到让晚辈重修主功法的地步。韩立淡淡的传音回了一句，然后背后双翅无声无息的溃散，人接着就晃了一晃，化为一道青红出现在蓝色巨冰旁。袍袖看似随意的一拂，一片青霞席卷而出，蓝冰在霞光中溶解缩小，重新化为了一朵蓝蒙蒙的莲花。此莲花轻飘飘地飞射向韩立，一闪即逝，没入其额中不见了踪影，仿佛从未出现过一样。那3口恢复了自由的金色小剑则嗡鸣一声，有气无力地化为3道金芒，向金老怪飞射而回。看来虽然被蓝冰封印住时间不长，仍然让飞剑灵性受损了一些。金老怪的脸色自然好看不到哪去，阴沉沉一张口，将3口飞剑收了起来。而这时韩立已经轻飘飘地向山峰落下，从前蓝冰焰所化的光帘洞彻住飞剑，到韩立使用风雷翅诡异地浮现在金老怪身后，轻易制住了对手，几乎一瞬间就分出了胜负，让原本还想好好看一下这场大战的几名元婴老怪大失所望，但同时又对韩立的神通大感畏惧。更何况韩立一件攻击法宝都没有动用，更说明了两者实力悬殊，可不是一星半点。韩立落到山峰上时，众修士各怀心思，但这时均不敢怠慢迎了上来。韩道友果然神通高深，传闻真是一点不虚啊！恭喜贵宗啊，从今就是云梦山第1宗了！哈哈哈哈。说这些话的人自然是百巧院的几名老怪，
虽然他也一下排名垫底，但似乎对此事毫不在意，反而热情非常。那名古剑门中年修士脸色有些难看，但面对韩立的强势，也只能勉强露出笑容，但张了张嘴，还是没有说出什么。明心此女除了一开始时目中闪过骇色，此刻倒显得镇定。诚信老者和吕洛自然大喜过望，互望了一眼，均都从对方脸上看出了一脸欣喜之色。此一战之后，恐怕洛云宗1000年之内都可以力压其余2宗。这些人簇拥到韩立身边，问起了韩立刚才施展的神通。韩立面对众人神色和先前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对钱兰冰焰和风雷翅的事情只是轻轻一句带过。这些人自然没谁敢细追问下去。片刻后，金老怪也从空中飞射下来。这位古剑门大长老现在恢复了平静，仿佛刚才从未发生过斗法的事情，和众人仍然谈笑风生，这让韩立倒也暗暗佩服了几分。在重新确立了三梦宗和云梦宗的利益划分后，这些老怪物则开始交流一些修炼上的心得，和拿出一些自己用不到的珍稀宝物互相交换。不过如此小范围的物品交换，自然没有韩立看上眼的，倒也在修炼心得上和其他人互相借鉴了不少。下面的事情没有再起什么波澜发生，大半日后，交流终于顺利结束。韩立从这些元婴老怪的修炼经验中，还真得到了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经验之谈，这让他不禁暗想，这样纯粹修炼上的交流，以后倒不妨多参加几次，对修炼大有益处。在交流后，韩立主动提出参观一下百巧院的地肺火脉，这让烈火老祖对此倒是愕然之余，一口答应了下来。当亲眼看到身前深不可测的地脉火池之后，韩立却站在一旁沉吟若有所思。再过半日光景后，韩立和金老怪等人告辞离开。韩立3人化作了3道惊鸿，向着洛云宗方向飞遁而去。但是回去的路上，吕洛兴致冲冲地说个不停，和诚信老者直接商谈起了接受哪些灵石矿和以及一些珍稀材料产地的事情。这些地方有的是古剑门的，还有的则是百巧院占据，但不久后其中一部分就要成为洛云宗的财产。诚信老者虽然不像吕洛这般兴奋之极，但也同样心情大好。韩立没有讨论这些事情的兴趣，只是含笑地听2人议论而已。但没想到快回到宗门时，诚信老者却突然在遁光中对韩立说道：韩师弟，这可多亏了你呀！不瞒师弟，让本宗成为西国第1修仙宗门，已是本宗数代长老的心愿，如今能在为兄手中达成，也倒足以欣慰此生了。为兄和吕师弟商量过了，老夫打算作化后就将本宗大长老的位置交于师弟，不知师弟意下如何？大长老，不错，不瞒韩师弟，当初师弟在元婴初期时，老夫是想让吕师弟担任大长老一职，然后师弟辅助。可如今师弟已是这般神通，并尽解元婴中期，又为本宗立下如此大功，这大长老一职自然非韩师弟莫属。吕师弟也一点意见都没有，毕竟哪一宗的大长老基本上都是神通最大者担任。多谢师兄好意，但大长老一职，韩某恐怕不能接受。师弟不必过谦了，此职位也只有师弟接受才是名副其实的。师弟总不会让吕某一介元婴初期修士担任着西国第1宗的大长老吧？不是谦让，我是真不愿意担任大长老职位。2位师兄知道，韩某是一个一心扑在修炼上的苦修之士，对一切可能干扰修行的事情，都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念头。这种想法下，怎能担任1宗之长？况且韩某以后经常要长时间闭关修炼，也无暇管理宗门和带领洛云宗发展。最重要的一点，
我是半路加入，低阶弟子不说，但是那些结丹期的师侄，师弟都没有几个熟悉。这种情形下，担任本宗大长老实在不合适，还是当一名普通长老就行。大长老，还是让吕师兄担任吧。韩立这一连串的理由，想都不想，脱口而出。